婉婉，你嫁过去以后呢，工资还是交给妈保管。你弟弟马上要结婚，婚房没着落，你得帮衬帮衬。你存的钱加彩礼，足够给弟弟买套房了。你说句话。婉婉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妈跟你说的，你听见没？当着大家面说清楚。妈，爸，今天是我的订婚宴，不是财产分配会。我的工资是我自己挣的，婚后怎么安排是我跟陈峰的事，不存在上交。至于弟弟买房，他今年25了，四肢健全，该自己想办法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一个月挣那么多，帮我一把怎么了？苏婉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他是你亲弟弟，我帮他1次2次，他就靠我一辈子，那他这辈子就完了。我养你这么大，你连这点忙都不帮，你还是不是这个家的人？妈，我是你闺女，不是提款机，我不能把人生搭进去给他铺路。陈峰，从刚才到现在，你一个字都没说。婉婉，这是你家的事儿，我不好插嘴。我家的事儿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觉得这跟你没关系？你先别闹了，回头咱们私下说行吗？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我没闹，从头到尾闹的人不是我。你干什么？苏婉，你疯了！今天这个婚我定不了，因为我要嫁的人，关键时刻一句话都不替我说。婉婉，你冷静点。我很冷静。你给我站住！你走出这个门，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爸。爸，不是我不认你们，是你们从来没把我当过自家人。姐，你拿5万块钱给我，我急用。你上个月说请客花了3000让我补，上上个月说手机丢了要8000。行了，别翻旧账，你给不给？妈，我姐不肯。死丫头，赶紧拿钱给你弟！从今以后你们别想从我这儿再拿走1分钱。他是你亲弟弟呀！苏婉，你不给也得给，没得商量。他25了，我25的生活费都是自己挣的，你们问过我一句吗？你别逼我动手！我养了个白眼狼啊！苏婉，你开门，大晚上让爸妈跑一趟，你过得去？赶紧给你弟钱！不可能！你对你爸就这态度？妈，我是你们女儿，不是开银行的。我不活了，养个女儿跟没养一样。死丫头，跪下，给你妈道歉！逼我也没用，要钱没有。我命怎么这么苦？不好意思，11点了，麻烦请安静。哼，你谁呀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隔壁邻居，再继续我只能叫物业了。你少多管闲事儿。喂，物业吗？7栋701有人闹事。走吧。死丫头，这事没完！谢谢你。还好吗？不用谢，我确实要倒垃圾。你刚搬来的？上周。苏婉，瑞行项目的推广数据你看过没有？看过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投放渠道全选错，预算超支4万，客户今早打电话过来把我骂了20分钟。这是你负责的项目。苏婉，方案是你递给我的，渠道链表也是你发的，我只是按你给的执行。林薇，你确定？我不想推责任，但数据出了问题，源头确实……苏婉，林薇入职才半年，你是老员工，带她做项目出了这种纰漏，你得担责。赵总，我需要3分钟时间。这是3月12号我发给林薇的渠道方案 ，A、B、C 3条渠道，备注栏写了，请按此执行，如有调整需跟我确认。这是3月14号林薇回我的邮件，已收到，
会按方案走。这是实际投放后台截图。林威把 A 渠道换成了 D 渠道 ，B 渠道预算翻了1倍，没有跟我确认。林威，你改过方案？我当时觉得 D 渠道效果更好，想试一下。是可以，但改方案不报备，出了事往别人身上推就不行。你刚才说源头在苏婉，赵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怕担责。赵总，14号那天林威改方案的时候，我在旁边，他说过先改了再说，出了事有苏婉顶。小陈，我说的是事实。苏婉，刚才是我没了解清楚就下结论，不好意思。赵总，以后出了问题，能不能先查记录再定责任？行。忙完没？你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我就不能来看看你了吗？还有就是这几天你妈天天给我打电话哭。她找你哭什么？订婚的事儿，我觉得还能谈谈。谈什么？你那边服个软，给个台阶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陈峰，订婚宴上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听见了，你觉得我哪句说错了？不是对错的问题，一家人没必要搞成这样，你就是太较真儿了。我太较真儿。你弟再不靠谱也是你亲弟弟，你妈再过分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你退一步，大家都好过。那你呢？订婚宴上，我妈让我把工资交出来，我看你一个字没说，你让我别闹，现在你又来劝我退，你到底站哪边？我没有不站你这边，但你也得理解，我一个女婿不好开口。女婿不好开口，那男朋友呢？3年了，你什么时候替我说过一句话？你非把事情搞这么僵。你接一下，你妈肯定又急了。你怎么知道他这个点的？你跟他约好的？没有，我就是来之前跟他说了一声，说我来劝劝你，让他放心。听见了吗？你自己说的，你来劝我，不是来问我委不委屈，是来替我妈劝我就范。我什么时候说就范？你从进门到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让我退，让我忍，让我给钱。你问过我一句你还好吗？婉婉，陈峰到了没？他说去劝你了，你听他的啊，别犟了。知道了，你走吧。你不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你是来让我认输的。你怎么什么事都上纲上线？我是为咱俩好。门在那边。楼顶能上去，风比楼道大。你常去？画画下烦了就上去坐一会儿。你觉得一段感情里一个人一直让另一个人退算什么？算消耗。婉婉，听说你跟陈峰那事儿黄了？分了。分了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我跟你说，女人过了30，生孩子风险大，趁年轻赶紧找一个。就是，事业再好有什么用？到头来不还得有个家？大姨，我有工作有收入，现在挺好。好什么好？你表姐刘芳比你小2岁，孩子都1岁了，一家3口多幸福。婉婉，女孩子别太要强，你学历再高，工资再多，嫁不出去，人家背后怎么说你知道吗？二叔，人家要说就说，我又不靠别人嘴活着。你看你这态度，怪不得陈峰跟你处不下去。男人就喜欢温柔顾家的，你这性格哪个受得了？哼，你就不能少说2句让人省心？爸，我说什么了我？婉婉，大姨也是为你好，你一个女的折腾什么事业，挣那点钱能顶什么用？大姨，去年我妈住院，7万块医药费谁出的？是我出的，不是我弟，不是我爸的存款，是我折腾事业挣的那点钱。婉婉，你大姨不是那个意思。二叔，您刚说女孩嫁不出去被人笑话，我问您一句，
表姐刘芳嫁出去了，您这半年问过她过得好不好吗？刘芳过得好好的，你别扯她。那她手腕上那块伤是怎么回事？小孩子磕碰的，不是磕碰。催我结婚可以，但别拿为我好3个字道德绑架我。我妈住院的时候，为我好的人没出现，我自己扛过来的。我不是不想结婚，我是不想随便嫁一个人，然后靠忍着过完一辈子。这孩子有主意，他自己能拿主意。你弟找了个工作，押金3000，你转一下。大姨给你介绍了个小伙子，周末见一面。妈不是逼你，是为你好。睡不着了吗？你呢？赶图，屋里闷，上来画。你上回说这儿风大，没骗人。坐吗？椅子只有1把。站着挺好。问你个事儿，你家催你结婚吗？催过一次，我说不急，我妈说行。就完了？就完了。真好。我妈今天又发消息了，让我给我弟转3000块押金，还安排我相亲。你怎么想？没转，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总觉得是不是我太狠了？拒绝家人就是狠。道理上不是，但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那些话自己往外冒。你是姐姐，你得让着，翅膀硬了，白眼狼。听了20多年，但你得分清那是你自己的判断，还是别人塞给你的。你不劝我接？接不接是你的事儿，不用跟任何人解释。我前男友说我这性格迟早吃亏。他说反了，清醒不叫吃亏，糊涂才叫。那你觉得我有问题吗？你没有，觉得你有问题的人才有。你知道吗？28年，你是第一个跟我说你没问题的人。那是之前的人不行。你这人平时话不多，一拆口就噎人。实话而已。下去吧，明天上班。妈，押金让他自己想办法。晚安。你还干什么？我刚下班，没空跟你闹。没事就不能来看你了？你每次来不都是借钱这一句话？嘿，这回真不借，真不用借了。什么意思？之前合伙搞电商赔了，欠人3万，天天被堵。峰哥帮我还了。他找你的？上礼拜主动联系我，问我最近咋样。我一说，他二话没说就转了。你看，他说你脾气倔，不肯帮，他看不下去。姐，你这前男友比你仗义多了。那是他的事儿。人家替你亲弟还债，你连句谢都没有。5万块你不出，人家出了。婉婉，你弟的事儿，陈峰帮忙解决了，你知道吧？刚知道。人家小伙子多实在，你看看你，亲弟弟的忙不帮，让外人替你出头，你脸上过得去？妈，他拿钱替苏浩还债，跟我商量过吗？他是好心。他是好心，那我算什么？他拿着好人牌子，把我架在不孝不义的位子上，这叫好心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都歪着听。以后陈峰给你的钱，你自己还他。凭什么？人家自愿的。欠的钱不还，你打算一辈子被人拿捏吧？我欠的是峰哥，又不是你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给钱苏浩干什么？你小声点儿。给你弟还钱怎么了？他被人堵着催债，我看不过去。你看不过去，你问过我吗？问你，你会同意吗？所以你绕开我，自己当好人。我不管，
你弟被人堵到公司门口闹，你脸上好看？他欠的债他自己扛，跟我的脸面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什么事都分这么清？他是你弟。 3万块不跟我打招呼，给完了苏浩跑我面前炫耀，我妈打电话骂我没良心，您觉得这叫好意？全队你太绝了，我就是觉得你太绝了，你自己不帮，别人帮也不行。陈峰想清楚再回答我。你给苏浩钱是心疼他，还是想让我妈觉得你比我强？替我说话不好开口，替苏浩花钱倒痛快。你从来不是不敢开口，你只是不替我开口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订婚宴上我没说清楚，这次说清楚，我们分手吧。不是气话，不是要你哄，是我想明白了。苏婉，3年感情你说断就断。3年，你退了3年，我等了3年，等够了。你能不能？陈峰，你不是坏人，但你不是我的人。 我分手了，你怎么不问为什么？你想说自然会说。我以为我会哭。有事说事，说是。我今天把话说死死。陈峰昨天来家里了，跪在你苏父面前说想跟你复合，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人家被你甩了还上门赔不是，你有什么资格挑？他跪你们是他的事儿，我跟他分了，不复合。你分了，你找谁去？28了，你耗得起？耗不起也不复合。姐，峰哥替我还了3万，你知道吧？换别人谁管咱家的事儿？那3万你什么时候还他？人家说不用还，不用还的钱叫施舍，你收着高兴？哼，你少拿话噎你弟。今天就2件事儿：第一，跟陈峰复合；第二，你弟下个月房租押金加生活费1万块，你出。第1件不复合，第2件没有。死丫头，你反了天了你！我跟你爸大老远跑来，你一句没有就打发了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养你这么大花了多少钱？奶粉钱、学费、生活费，哪一样不是省吃俭用？所以呢？所以你翅膀硬了，1分钱不往家拿，弟弟的忙不帮，连结婚都不听话，你对得起谁？妈，我去年给你交了7万医药费，前过年包了2万，每个月转1000生活费，到今天没断过，这叫1分钱不往家拿？那是你应该的。应该的。那苏浩呢？我刚工作没多久，能挣几个？你毕业3年了，换了5份工作，最长干2个月。你跟我说刚工作，你当姐的帮衬天经地义。帮衬有底线，我自己挣的钱，我自己决定怎么花，谁也拿不走。养了个白眼狼！你看你把妈气成什么样了？到底给不给？不给。你别不识好歹！你再动手，我报警！你敢？报警抓你亲爹亲妈？我需要有人在场证明我没有被打，也没有欠你们任何东西。你好，我是锦园小区6栋502，家人上门发生冲突，请派人过来一趟。你疯了？让外人看笑话？我没疯，你们3个堵在我家逼我给钱复合，弟弟推我，我需要保护自己。好，苏婉，你记住今天。我会记住。你等着，你爸妈还走得动1天，这事儿就没完。现在没事了，他们准备走。那3万我不还了，你爱找谁找谁。盛和地产整合营销项目，预算300万，今年最大的单子。这个项目需要一个主营主流负责人，明天下面前交方案，下周1要提案。做好了，
年底评优，整个组有份儿。做砸了，谁负责谁走人。赵总，我来吧。上季度云顶项目我全程跟的。云顶超预算15%，客户投诉了2次。那是供应商。行了，赵磊，你们部门谁能扛？苏婉，你怎么说？赵总，瑞行项目刚出过事儿，这时候让他接，瑞行的事情查清了，跟我无关。话是这么说，客户那边别再扯了。明天下班前有方案的交上来，我亲自看。没方案的，别争。苏婉，这种级别的项目你接不住，别硬撑。接不得住，方案说话。盛和那个甲方是出了名的难伺候，难搞的甲方才需要专业的人。帮我调一份盛和过去3年的投放数据，今晚之前。行，2份都看了。林薇，你先讲。全渠道铺量、社交媒体、新席聊、户外广告3线并行，预算均分，后期按效果调整。300万均分3条线，等于什么都没压。苏婉，盛和过去3年投了1200万广告，转化率最高的是短视频内容营销，占总转化61%。数据哪来的？盛和公开财报加第三方监测平台交叉比对。我的方案砍掉户外广告，预算70%压短视频内容，20%精准信息流，10%留应急，不铺量，打精准。客户可是要全渠道覆盖，你直接砍了户外，他们能答应？客户要的不是覆盖，是转化。报表第2页，投入户外广告，盛和正举工作，投入户外广告 RAI， 投入储出比1:0.3，没人会为1:0.3买单。思路是不错，工期压得住吗？方案第3页，分工、排期、各阶段交付节点都在。思路清晰，数据扎实，有落法方案。苏婉，这个项目你主负责，林薇协助执行。赵磊，下周1提奥，你盯着。苏婉，300万的项目，要是做砸了，没人兜得住你。赵总，我不需要人兜。苏婉姐，盛和那边素材需求清单我整理好了，你看一眼，放桌上，我等下看。苏婉姐，楼下有个男的说是你朋友，不肯走，非要你下去。什么样的？穿灰色外套，30来岁，手里提着一袋东西。要不要我下去打发了？不用，我自己去。婉婉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把我拉黑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发消息不回，我只能来找你。拉黑的意思就是不想联系，你没看懂。我记得你胃不好，给你带了粥。你最近加班多，别不吃饭。不需要，你拿走吧。苏婉，5分钟，你给我5分钟行不行？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订婚宴上的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不吭声。你妈逼你给钱，我不该劝你退。你说的对，3年我没替你说过话。然后呢？我改，给我个机会。陈峰，你上次跪我爸说要复合，现在又跑到我公司来堵人，你改的第一件事，是不是应该先学会尊重我说过的话？我太急了，我怕再不来就真没机会了。你已经没机会了。3年感情，你说放就放，心里真一点都没有我了？有没有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让我一个人扛所有事。我难过的时候，你让我别闹；我被欺负的时候，你叫我忍；我需要你站出来的时候，你往后退。这种感情留着做什么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。你让我怎么做都行，我不想你。你少来这套！你跪我爸的时候没问我同意不同意，你给苏浩转钱的时候没问我知不知道，你现在堵到我公司来也没问我愿不愿意。你所有的为我好都是背着我干的。你改了什么？你连先问问苏婉这5个字都做不到。先生，这位女士的同事说了，她不方便接待，请你离开。是你让人叫保安的？不是，但你该走了。苏婉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绝？我不是绝，我是清醒了。婉婉，
你别挂，我在你楼下。你跟踪我？我等了你3个小时，你不见我就在这等。你不下来，我今晚不走。陈峰，你听好了，第一，我不会下去；第二，你再来我报警；第三，你现在做的事儿不叫感动，叫骚扰。你认真的方式是让我害怕。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认真的。我只说一遍，我不会跟你复合，不是赌气，不是考验，是我不愿意了。你再出现在我公司、我家楼下，或者联系我家里任何人，我直接报警立案。听明白了吗？苏婉，你要做这么绝吗？吃了吗？我多买了一份。你每次都多买一份。今天饭量大。陆泽，我今天把一个人彻底删干净了。该删的就删，手机内存也有限。谢谢你的饭。妈，你怎么样了？胆道炎，疼了一宿，你爸半夜送来的。医生怎么说？要做微创手术，得住1周。费用要多少？我去交。前台说加住院费要2万出头，你交。你不是说每月只给1000吗？看病是看病，那是生活费，两码事儿。婉婉，妈这次是真疼，一辈子没这么疼过。我知道，手术完就好了，别怕。妈知道之前的事儿让你伤心了，妈这一病想了好多。我上个月还欠着房租，能不能顺便？不能。妈都住院了，你还这样？你就不能一次痛快点？爸，我来交手术费，照顾妈，是因为她是我妈。苏浩的事儿她自己扛。婉婉，妈求你了。妈，你先好好养病，手术费我出，妈的事儿我管，但苏浩的账她自己扛。你弟的事儿先不提，你妈这次住院，后续复查、营养品、请护工，加起来怎么也得3、4万。手术加住院2万3，复查费用医保报70%，哪来3、4万？那，你妈想吃点好的，补补。爸，你直说，这钱给谁？我只管妈的医药费，多1分没有。严重吗？胆黏炎，要做微创小术，不严重。那你呢？我没事。不问你身体，问你心里。我今天交了2万3的手术费，我心甘情愿。但我爸拿我妈的病想多要点钱给我弟，我拒绝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在这儿坐了半个小时，一直在想，我是不是太绝了？我妈在堂里面喊疼，我在这儿算钱。你不是怀疑你妈，只是他们在借这个机会。事实证明你的判断对了。道理我都懂，就是他喊我名字那一下我难受。明天几点去医院？下了班直接过去。我开车送你，顺路？不顺路。绕一下就顺了。陆泽，孝顺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？你今天做的那样，该花的钱花，该出的力出，但不接受被绑架。那为什么心里还是不舒服？因为你善良。明天见。今天我爸又打电话了，让我把手术费的发票给他，说要拿去公司报销。你妈的医保她自己不能报？能，但他就是想接手一遍，钱到他手里还能有我的。你怎么打算？我说发票我留着，报销我来走。他骂了5分钟。那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但烦。我拒绝他们100次，但他们只要成功1次就够了。所以你不能光等他们出招，你得先定规矩。比如今天上去之前，你先跟你爸说，费用我走医保，提别的我直接走。他不听，你走，走1次他就知道你说到做到。规矩不是靠讲道理立的。你跟陈峰真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他绕过我替我做主，但你从来不帮我干活，你只告诉我怎么干。哪个舒服？你这个。妈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不怎么疼了。爸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妈后续复查的费用我来报销，走我的医保，在妈出院之前别
别在病房提别的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提前说清楚。行，你翅膀硬了。婉婉，你爸脸上挂不住，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。妈，是你们总想从我身上多拿一点，我不给就说我不孝。你好好养着，明天送午饭，自己也要吃饭。怎么样？进门把规矩说了，他出去抽烟，没再提钱。管用吗？今天有用，明天不知道。明天没用就再说一遍，说到他信为止。你今天在下面等了1个半小时，就不怕我出了事儿帮不上忙？你能处理？你就这么相信我？订婚宴被甩锅，前任要钱，哪件不是你自己扛？你不需要谁替你挡。那我需要什么？需要有人告诉你，你的方式没问题。我以前觉得男人真喜欢我，就该冲出去帮我骂回去。现在呢？站在旁边不动，但随时能靠，更难得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怕说多了，你觉得我在趁虚而入。你真是我见过最怕越界的人。是不想让你弄不清我对你好是因为你需要，还是因为我想？那是哪个？想听实话？说。因为我想，但现在不用听。什么时候？等你不是因为感动，不是刚好没人才选我，我再说。苏浩，8万，今天最后一次。黄哥，我在凑。你凑了3个月了，上个月说月底，月底说下周，下周说月底。我是开银行的。你们是谁？你是他爸。好，跟你说，你儿子去年找我借了5万周转，利滚利，现在8万，借条在这儿。5万？你不是说只欠了3万吗？3万是另一笔。你到底外面欠了多少？加上这个11万。叔，阿姨，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3天，8万，转到这个账上，到不了，我带人来搬东西。你敢？这台电视能值2000，那个冰箱3000，不够我就天天来，来到够为止。苏浩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你怎么搞成这样啊？3天。怎么不去死？你打我有什么用？别打了，先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家里存款拢共3万，你去哪儿变出8万来？给婉婉打电话。他不会给的，他不给也得给。婉婉，你弟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欠了外面11万，债主上门了，给3天期限，家里拿不出来。你11万？你想让我出？婉婉，你弟要是还不上，人家要来家里搬东西，你爸妈住了20年的家。妈，你先听我说。第一，钱是苏浩自己借的，借条上写的是他的名字，跟你们无关。第二，对方如果搬你们的东西，你们报警，那叫非法侵占。第三，你就说你帮不帮吧？不帮。苏婉，妈，你听我说完。他今年欠11万，你们帮他填了，明年就是20万，你们填得了一辈子。那你让他被人打？他欠的是钱，不是命债，让他自己跟债主谈分期，每个月从工资里扣。他要是没工作，那就去找搬货、送外卖、进工厂，什么都行。25岁，2条腿，饿不死。他哪干得了那种活？干不了也得干。妈，你越兜底，他越敢借。今天替他还8万，下个月他敢借10万。那债主真来搬东西怎么办？报警。私人债务纠纷，对方没有权利动你们的财产，先报警，再去社区调解。如果对方有暴力行为，就拍视频留证据。爸，我不是不管你们，你跟妈有任何事儿我都在，但苏浩的债是他自己挖的坑，他得自己爬出来。你不是说不管吗？怎么还来了？我是来看你们的，不是来给他送钱的。妈，术后的药你按时吃了吗？吃了。你自己说，这11万怎么欠的？做生意亏了，找人借了周转。做什么生意？倒球鞋，进货花了7万，就卖了1万2。我被上家坑了，货是假的，那就是5万8打了水漂。你连货都不验就打了全款，叫蠢。你说谁蠢？
你蠢在赔了不认账去借高利贷，你蠢在25岁了还指望爸妈和姐姐替你收拾烂摊子，你不蠢谁蠢？你觉得你了不起？你1个月1万多了不起是吧？我赚的每一分都是我加班加出来的。你呢？你上一份工作干了几天？11天。你跟我说干了3个月。法律援助中心的地址，明天拿着借条去，让律师看利息合不合规。高利贷利滚利大部分不受法律保护，5万本金，合法利息顶多2万出头，不是8万。还能这样？能，但前提是苏浩自己去跑，我不替他跑。苏浩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出主意，法律援助是免费的，你去不去是你的事儿，去了该还多少还多少，自己打工还，不去你自己扛后果。我去。还有，从今天起不要再找爸妈要1分钱，他们退休金2个人加起来4000，养活自己刚够，你再伸手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推。妈，药别忘了吃，我走了。你弟这样是不是我跟你爸惯的？现在知道也不晚，别再惯了。婉姐，盛和中稿正要被改过了，转化率61改38，拿这个奖当场就炸。谁改的？后台日志，昨晚11点17分，领维的账号。苏婉儿，提案 PPT 我拷进会议室电脑了，10点开始，周总准时到。用的哪个版本？共享盘中稿还能用哪个？好的，谢了。等下数据对不上，周总当场翻脸。这是我昨天下窗前备份的原版，上次他改方案不报备，我早开了日志追踪。你要当场？同一个坑，我不会踩第2次。周总，这是盛和和整合营销全案，请过目。苏婉，转化率怎么变38了？周总，这不是我的终稿。赵总，我申请调出共享盘修改日记。调。左边原版，右边你修改版，且全在你登录之后。原版数据太激进，我想调保守一点，布阵啊。调数据要确认，你确认过吗？我今天是来看方案，不是来看这个的。周总，原版在这里。数据全恢复，转化率61%。没问题，安排签合同吧。林威由于失误，从盛和项目退出。下午来我办公室，出去。你故意的，等到会上才说。哼，你动别人的东西不打招呼，我什么时候摊开是我的事。以后项目协助人选你自己定。谢谢赵总。吃过一次亏够了。不怕他记恨，我的项目，谁伸手都一样。你怎么知道我会上来？你加班到11点，回来会上楼顶坐一会儿，连续3周了。你数着呢。碰巧记性好，坐吧。盛和的合同今天签了，恭喜。你不问过程？你坐在这儿，说明结果不错。过程你想说就会说。陆泽，你上次在车里说的话，我一直在想。哪句？你说等我不是因为感动，不是因为习惯，不是因为身边刚好没人了才选你，那时候你再说。那你觉得现在到了吗？你在问我？我在问你。苏婉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需要人帮忙，不是因为你刚分手我刚好在旁边，
是因为你在订婚宴上放下戒指转身那刻，我在楼道里听见了。我觉得这个人比所有人都清醒。你那时候就……那时候是欣赏，后来你拒绝你爸妈，拒绝前任，拒绝所有不合理的要求，每一次你都在发抖，但一次都没退。我从欣赏变成心疼，从心疼变成想站在你旁边。你知道我什么情况？我家那些事儿，我弟、我爸妈……我知道。你不怕麻烦？那是你的事儿，不是我的麻烦。你处理你的家庭，我不插手，不替你做主，不背着你当好人。但你累的时候，我在。陈峰也说过类似的话。我跟他不一样。哪不一样？你怎么证明？我不证明。你回头想，我说过的每句话，做过的每件事，哪一次越过你的意思替你决定了？我怕的不是你现在说什么，我怕再来一次3年，嘴上说尊重我，关键时刻往后缩，付出信任，最后还是一个人扛。所以我不催你。我不想再一个人扛了，但我更不想因为不想一个人就随便抓住谁。今天说完这些话，你回去想，想1天、1个月、半年都行。你什么时候觉得选我不是因为怕孤独，是因为你确定想跟我走，你再告诉我。如果我想很久，最后说不呢？那我接受。你不会纠缠。我不是陈峰。陆泽，我现在没办法给你答案，不是不想，是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能力再信一个人。我等你，不是等你感动，是等你准备好。陆泽，你说的那些话，我一句都没觉得是假的。因为不是。说，阿姨，有件事我不说睡不着觉，跟婉婉的事我认了，但她现在身边那个人，我查过，不干净。他隔壁邻居叫陆泽。是谁？30来岁，搬过来没多久就跟婉婉走得很近，送饭陪聊天，事事都替他出头。婉婉没跟我说过这个人。他不会提，我托朋友了解了一下，这人之前在南京的公司干了不到2年就走了，原因查不到。姐不是说就是个邻居？你姐上次被人堵门，谁出来的？你爸妈来找他，谁叫的物业？你觉得一个普通邻居会管这么多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说，一个来路不清楚的男的突然出现在婉婉身边，什么都管，什么都帮。婉婉刚分手，最容易心软的时候。这人不会有什么目的吧？妈，要不给姐打个电话问问？阿姨，您直接问他不会说实话，让他回来一趟，当面说清楚。不用你讲，我自己问。婉婉，你回来一趟。什么事？回来就知道了，现在就来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婉婉，妈，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？你身边是不是有个男的叫陆泽？有，怎么了？他是干什么的？哪里人？为什么搬到你隔壁？建筑设计师，本地人，租房住。陈峰说这个人来路不明，之前在南京的公司待不下去，你查他。我就是担心你。我是问你，你查他了？查到什么？说吧。他在南京干了不到2年就辞职，原因查不到。一个搞建筑的跑到老小区住单间，不正常。陆泽从南京回来，是因为他父亲去年确诊了心脏病，他辞职回来照顾。我查不到原因就往来路不明上引。婉婉，陈峰也是。等一下，你上次来我公司堵人，我说再出现就报警，你不敢来找我了，就背着我跑来我爸妈造谣，你每一次都绕开我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听我解释，我真不是。你在我爸妈面前待了多久？半个小时。半小时。姐，我说一句，峰哥进门就说人家不干净，我问他有证据没有，他说查不到原因。查不到就是有问题。那我之前辞职也没写原因，我也有问题。爸，我只说一遍，陆泽什么人，我自己判断。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不要联系我家人，不要查我身边任何人。再有下次，我不警告，直接走法律程序。我说到做到。苏婉，你为了一个才认识2个月的人……我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
我选什么人过什么日子，不需要你点头。峰哥，那3万我会还你，以后别来了。妈，以后有人在你面前说我的事儿，先打电话问我，别等人家说完了再叫我回来。那个陆泽，你真了解？了解，他从来没替我做过一个决定。几点了？现在才起来。法律援助那边你去了没有？都怎么说的？去了，说利息超了，本金加合法利息一共还6万2就行。那你还了多少了？问你话呢？还没开始还。你姐给你指了路，你跑完一趟就完了。钱呢？我在找工作，找了1个月了，找到了吗？现在工作不好找，送外卖不要人，搬货不要人。你姐说的那些，你一个都没去。那种活怎么了？你现在欠人家6万2，你挑什么？妈，你别急，我下周……你上周也说下周，上上周也说下周。我出去转转。你去哪儿？我说过让他去打工，你说心疼他吃苦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问问你吃饭了没？吃了。你复查结果出来了？出了，都正常。那就好。婉婉，你弟法律援助跑完了，但他还没找工作。我知道，他上周给我发消息借500块生活费，我没回。你没回？妈，他饿不死，你说他只是不想动。婉婉，妈问你个事儿，你现在工作上怎么样了？刚签了个大项目，300万的，公司的项目，不是我个人的钱，但是我主负责。那你1个月能挣多少了？妈，你想问什么就直接问。我不是要钱，我就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。我过得挺好。你从小就不让我操心，上学自己考，工作自己找，生活费自己挣。我跟你爸从来没管过你，你弟什么都要我操心，操了25年，操成现在这样。我那时候怎么就觉得理所当然呢？今天突然想起来，心里不好受。那你记住这个感觉就行。下次你想让我给转钱的时候，想想今天这个感觉。婉婉，妈今天去菜市场碰见你们楼下那个邻居了，就是那个上次在楼道里说话的小伙子，高高的，挺斯文。他认出我了，叫了声阿姨，帮我提了袋米上车，没说什么，就说了一句苏婉最近项目忙，您别担心他很好。陈峰来家里跪你爸，拎着东西上门，嘴上说的好听，但那个小伙子他就帮我提了袋米，说了一句你很好，但我觉得他是真的在意你。你今天碰见我妈了？碰巧，米太沉了。她说你跟她说我很好。事实。收拾东西，翻出了些小时候的照片。好看吗？不好看。我3年级考了全班第1，奖状带回家。我把奖状举到他面前，他说放那儿吧，别挡着你弟。后来呢？后来每次考第1都不说了，说了也没人听。陆泽，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最想从我妈那儿听到什么吗？我就想让我妈说一句，婉婉，妈也心疼你，就一句。28年了，一次都没有。有些人给不了你想要的东西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是因为他们没有。我知道，知道跟接受不一样。有话在家说不行，非约到外面来。家里有爸和苏浩，说不清楚。这是你小时候的毛衣，我翻柜子找出来的。你以前最喜欢这件。妈，
我问你个事儿，你老实回答我，你有没有后悔生我？你说什么胡话？不是胡话，从小到大，家里好东西先给苏浩，鸡腿给他，新书包给他，压岁钱我的被你收走给他花。苏浩拼屁逃课打架，你去求老师；我发烧40度，你让我自己去医院。他小的时候你偏他，他大了你还偏他。苏婉，你今天约我出来就为了算旧账？不是算账，我只是想在你面前把这些话说完，因为以后我不会再说了。我以前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，是不是我再听话一点，再多给点钱，再多忍一忍，你就能像对苏浩那样对我？我对你怎么不了？妈，别说了，我想明白了，你没学过怎么爱女儿，你的妈妈也没教过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我不怪你了，我不怪你了，但我也不等了。以前我做所有事都是在等你看我一眼，等你说一句你也心疼我。为了这句话，我等了28年，我现在不想等了。我没有不心疼你。妈，你每次说心疼我的下一句都是那你帮帮你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对你的好我理，对我不好我不接。你这是要跟家里断？不是断，是划线，线里面的我守，线外面的别碰。妈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做没做错你自己想，我不怪你。走了。你又知道我会上来。周五，你加完班都会上来。你连我星期几上来都记得。陆泽，你上次说，等我不是因为感动，不是因为习惯，不是因为身边没人了才选你的时候，你再说。我说过。我想好了。你确定？确定，不是因为你对我好，是因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不用演，不用猜，不用提心吊胆，等着你哪天往后退。还有，你从来没对我说过你应该怎么做，你只问你想怎么做。28年没人问过我这句话，你不说话？我在忍，忍很久了，忍很久了。忍什么？忍着不抱你，因为你还没说完。苏婉，以后你的事还是你的事，我不插手，不替你出头，不背着你干任何事。但你回头的时候，我在。我知道。还有一条，冷战不行，有话当天说完。你定规矩定到谈恋爱里来了。提前讲清楚，省得以后翻旧账。那我也有一条，不许对我的家人当好人，该我处理的我处理，你不要绕开我去讨好他们，替他们说话，背着我给他们承诺任何事。我什么时候？没有，我是提前说，被坑过一次的地方，我都提前说。行，你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想一个人扛可以，但扛不住的时候不许硬撑。你可以不让我帮忙，但你要让我知道。这条难，我习惯了什么都不说。慢慢改，我不急。陆泽，我以前觉得谈恋爱是找一个人依靠，现在觉得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找一个人并排站着，谁也不靠谁，但都知道对方在旁边。那你现在站我旁边了。站了。这位是我男朋友陆泽。大一好。小伙子做什么的？建筑设计。设计啊，一个月能挣多少？二叔，这个不方便问吧？怎么不方便？你找对象，我们不能关心一下？哼，婉婉，我听说你跟陈峰分了大半年了，那孩子有车有房，现在这个买房了吗？还没。没房拿什么结婚？
结婚的事我们自己安排。你看看，没车没房，租房子住，你往后靠什么？靠我自己。阿姨，去年我妈住院7万块是我交的，今年我签了300万的项目自己带，上个月刚升的职。你说靠什么？靠这个。女人事业再好，没有家。二叔，上次我问你表姐过得好不好，你说好好的。现在呢？我上个月离了。吃饭呢，说这个干什么？你别拦我，我就想说一句，嫁出去不代表过得好，没嫁不代表过得差。苏婉比我清醒。她要是当初听你们的，随便嫁了，谁管我？行了，我闺女挣钱养自己，生病管我，没让我操过心。她找什么人，她说行就行。我也是为她好。大姨，真要为我好，就别背着我安排相亲了。上个月那个离过2次婚，你跟我妈说的是未婚。那是我没问清楚。没问清楚就别介绍，我的事我自己来。小苏，歇会儿吧，干了3小时了。还有多少？北边还有班车，下午4点前搬完。你大学毕业的吧？怎么来干这个？欠了一屁股债。欠了多少？6万多。1天200，你得干1年。那就干1年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看手机。什么钱？之前跟你借的这些，加起来差不多7万，我慢慢还。我没要你还。你没要，但我欠了。姐，我今天发了第1个月工资，4200，还了老黄2000，给你2000，剩200我留着吃饭。你在哪儿干活？工地，搬货卸货。累吗？累，大臂疼得抬不起来。进来坐吧。不做了，我就来跟你说一声，明天早起。吃了吗？吃了，工地管饭。姐，你之前说我蠢，我想了很久，你说的对，不是被人坑了蠢，是觉得亏了钱找家里人填就行，这个最蠢。现在知道了，那你现在什么感觉？知道了，疼，手上磨了泡，但挣的钱花着踏实。还有个事儿，陈峰那3万，我每个月还他1000，已经还了2个月了。上次在饭桌上那些话，我是真觉得你比我强。我知道，你肯干活了就不差。那我走了。你弟刚去你那儿了，他跟你说在工地干活了？还给我转了2000。他每天早出晚归，我心疼，但我没拦他。他累得吃不下，你爸拉住我的，让他吃点苦。你惯了他25年，还没惯够。妈，谢谢你忍住了。婉婉，你18岁出去打工，比这还累，我连问都没问过一句。妈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你，现在说这话太晚了。不晚，说了就不晚。你弟自己来，我们不拖累你。他在变好，他们都在变好，而我不需要感动，我只需要确认这次是真的。盛和地产项目结案数据出来了，投放3个月，转化率比预期高23%，客户续建了明年的框架协议。这个项目谁主负责的，在座都清楚。苏婉，从今天起，你是运营2组主管。谢谢王总、赵总。别谢，你拿数据换的，不是谁给你的。团队搭建方案下周1交给我，人你自己选。赵总，2组之前的项目对接，以后跟苏婉汇报。散了吧，苏婉来我办公室一下。说实话，半年前赵磊把你报上来的时候，我犹豫过，因为瑞行的事儿。对。后来我调了记录，知道不是你的问题，但我还是多看了3个月。看什么？看你扛不扛得住。300万的盘子，甲方难搞，团队有人拆台，但你一个人全接住了。不是一个人，小陈帮了很多，用人也是能力。有件事提前跟你说，明年公司要竞标一个500万的整合项目，到时候你带队。可以。
不问什么项目，问了也接。恭喜你，苏主管。谢谢。你恨我吗？恨你浪费我时间。那以后呢？我还在你手底下，活干好，我不翻旧账；活干不好，谁来都一样。你就不怕我？你上次改我数据，我没告你，当场摊开就完了。是我留了余地，还是我手软？你自己想。下周一早会，把手上的项目度整理好交给我。你发了条朋友圈，虽然只发了3秒就删了。你手速挺快。我截图了。你截我朋友圈想干嘛？证据，以后吵架用。陆泽，我今天坐在那个会议室里，王总说不是谁给你的。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。什么？我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妈说女孩子找个稳定工作就行，别折腾。我当时就想，我要是听了她的话，我现在可能就是个老师或者是个公务员。我爸说你一个女的能干出什么名堂？陈峰说你压力别太大，挣多挣少我养你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一个人租了个600块的隔断房，从实习生做起，干了6年。今天坐上那个位子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帮我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你喝一杯，不是庆祝升职，是庆祝我没有听他们的。敬你自己，敬我自己。婉婉，听你弟说你升主管了，妈不懂你们那些，但听着挺厉害的，妈为你高兴。知道了，你早点睡。他第一次说为我高兴，28年第一次。迟到总比没有强。我以前觉得升职加薪是为了证明给他们看，我不靠你们也能活。但今天坐在那把椅子上，我发现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是我自己想坐那把椅子，跟任何人都没关系。就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比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好看。你第一次见我什么样？在门口站着，手在抖，但背挺得很直。现在呢？现在手不抖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婉婉，你升主管的事儿是你弟打电话跟我说的。他说你签了300万的项目，一个人扛下来的，还说你刚毕业那年租600块的隔断房，干了6年才有今天。他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他说姐从来没靠过任何人，包括你们。他说完那句话，我一晚上没睡着。爸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弟25年，要钱我给，闯祸我兜，钱债我跟你妈急得睡不着觉。但你呢？你大学学费自己贷的款，毕业租房，我帮过你一次吗？生病升职我全部知道，不是你不需要，是我没给过。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说这些？你看看。你们写这个干什么？上礼拜我把存折翻出来对的，对完才发现这3年你给家里转了12.4万，你弟1分没给过，是我们欠你的。婉婉，你说过你不是提款机，不是该被搭进去给你弟铺路的人。你说的对，是我们错了。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女儿帮弟弟天经地义，那都是放屁！我养了个儿子25年，养出来一个欠外债、交不起房租的废物。我养了个女儿，什么都没给过，她自己扛到今天做上主管，凭什么天经地义？爸，让我说完。你在订婚宴上说你们从来没把我当过自家人。那天晚上我回去喝了半斤白酒，你妈说我是因为丢了脸，不是，是那句话扎到我了。我这辈子重男轻女，不是我不知道不对，是我爸也这么对我姐，我觉得理所当然。直到现在，才硬生生把我打醒了。婉婉，妈也有话说。你小时候考第1名拿奖状回来，我说放那儿别挡你弟写作业。你出去打工，我连你在哪儿都没问过。妈，这些你上次电话里说过了。电话里说不够，我得看着你的脸说。婉婉，妈对不起你，不是为了让你给钱帮你弟，是我确实对不起你。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吗？我知道，所以今天我们来了。
我上次跟你说过我不等了，我现在还是不等，但你说了，我收到了。妈爸，道歉我接了，但规矩不变，每月1000生活费照给，你们生病我管，苏浩的事儿他自己扛，我的钱我自己支配，我跟谁在一起你们不干涉。还有，以后谁在你们面前说我闲话，别接茬，别叫我回去对质，我的事儿你们信我就够了。好。带的什么？排骨汤，你小时候最爱喝的。我小时候爱喝的时候，你端给苏浩了，所以今天专门给你炖的，一整锅都是你的。最后一笔3万还清了，你查一下。我说过不用还，但我姐说过一句话，不还的钱叫施舍，收着的人矮一截。她还在说这种话，她一直这样。你跟她3年，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干活啊？工地搬货卸化。你一个大学毕业的去搬水泥，你姐没帮你？欠了一屁股债，没资格挑。她给了我一张法律原路的地址，剩下的让我自己跑。就这样，她只说了一句：你25了，2条腿，饿不死。苏浩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姐跟那个陆泽好吗？好。那人从来不替我姐做主，但我姐说什么他都信。我以前也信的。你先上去。你怎么来了？不进去，说2句话就走。苏浩今天把钱还完了，3万，1000攒的。我知道。他在工地搬水泥，手上全是茧，你不帮他就是要他自己站起来。是该他自己走的路，别人替不了。苏婉，3年，你每次需要我开口的时候，我都退了。你妈逼你，我劝你忍；你弟要钱，我背着你给；你拒绝你爸妈，我说你太绝。我以为我在帮你，你不是在帮我。我知道了，我是在替所有人劝你投降。苏浩说了一句话，信和管不一样。我回去想了一下午，我从来没信过你的判断。你说不给钱，我觉得你狠；你说要分手，我觉得你赌气。你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我都绕开你，替你改了。所以你现在想通了？看结果就够了，全是你对了，我不纠缠了。不是你警告我的那些原因，是我终于知道，我配不上你那种清醒。陈峰，你不是配不上，你是没学会。一样，你等不了我学。我不该等任何人。以后我不会再出现在你家人面前了。苏浩那3万我本来不想收，但他说的对，不收他矮一截。你收了就对了。苏婉，你过得好，我就踏实了。你也是。说完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他想通了。过去的人走了，现在的人在厨房洗菜，挺好的。喂，今晚有空吗？有，怎么了？你生日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户口本搬家那天调出来过，我记性好。你记了多久？从搬来那天。苏主管，500万项目初审过了，下周3终审答辩，赵总你准备。知道了。 500万的盘子，你一个人答辩怕不怕？赵总，300万的时候你问过我一次，那次你怎么说的？我说我不需要人兜。这次呢？一样。苏姐，今天是不是你生日？祝你生日快乐！来不及了，茶水间有个蛋糕，赵总买的。谢了，别声张。 你今天这么早下班了？跟工头换了个班，姐今天生日，我知道，汤炖上了。我买了个围巾，不贵，工地旁边商场打折的。你给你姐买的东西，以前哪年都是她给咱们花钱，我一次没给过她。汤好了没？盛出来，我送过去。27年了，该去一趟了，一块儿去。就一个蛋糕。 你还想要什么？许个愿吧。不许了，该来的都来了。你们怎么上来了？你邻居开的门，这个给你，不值钱，别嫌弃。第1个月工资就想买了，那时候钱不够，攒到现在。你不是说有话要说？婉婉，爸，我28了，这是你第一次跟我说生日快乐。 以后每年都说。行，
我记着了。你安排的？你妈下午给我打电话问你在哪儿，我说楼顶。你不是说不替我做主？我没做主，我只是开了个门，进不进来是他们自己决定的。陆泽，我以前觉得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特别难，要跟所有人对抗，要一个人扛所有事。现在呢？现在觉得不是对抗，是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的。 그날부터 난 다짐했던 걸